家好，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组专门调节睡眠的经络拍打操。经络是我们身体气血的通道，通道不通，那脏腑功能不能调和，睡眠时身体就不能真正的进入放松状态，于是就各种睡不着。今天呢，我就教你把跟睡眠有关的经络通通都打通，从此告别失眠。好，首先心火大的人，平常呢容易心情烦躁，躺在床上脑子里好像在放电影，胡思乱想的就是睡不着。那么我们要拍打自己的心经和心包经。心经在我们手臂的内侧正中线，心包经在手臂内侧照应着小指的这条线。咱们知道了这个大概的循行路线就可以了。好，从上往下拍打，先来拍打自己的心包经，手臂内侧正中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这样双手交替拍打拍打自己的心包经，从上往下反复的拍打15到20次，一直拍打到手腕处。心包经拍完之后，再来拍自己的心经，拍打的时候呢，稍微向内侧移一点，照应着自己的小拇指的这条线。拍打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地方非常的疼痛，在这些疼痛的地方，咱们就要重点的去拍打。一般呢，这个心经和心包经上的痛点会出现在这个肘窝的附近，还有上臂的这一段。咱们找到了之后，重点的去拍打一下，或者是您平常没事的时候，把痛点再去按揉一下。拍打我们的心包经和心经都是从上往下拍打，每条经络拍打20次左右。第二类人呢是肝火大的人，白天是急躁易怒的，晚上是做梦很多的，尤其爱做噩梦。有的人呢是凌晨1点之前是不能入睡的，有的人是睡着了，但是睡到凌晨的1点到3点钟呢就会忽然早醒，醒来之后就不太容易再次入睡。那么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拍打两侧的足少阴胆经，还有足厥阴肝经。首先拍打自己的上半身的肝胆经，上半身我们的肝胆经呢都经过身体的两侧，咱们在拍打的时候呢就左右交替，从你的腋下开始。好，非常有节奏有韵律的左右两侧交替拍打，从腋下开始慢慢的拍打到你的腰部，然后到了双腿，肝经和胆经就分开了。先拍打胆经，胆经在双腿外侧，沿着外侧的裤缝线，大约就是胆经了。从上往下，慢慢的拍打到脚踝。肝胆相照，肝经呢刚好跟胆经相对，它是在我们大腿内侧的裤缝线上。我们可以一条腿一条腿的来拍打。好，换另一条腿。遇到痛点就要多去拍打一下。肝经上的痛点呢，也是会出现在我们膝盖这个位置。拍打经络力度不用太大，适度就可以。咱们感觉到经络有微微的震动感，并且呢，你的皮肤表面微微的疼痛，自己又能忍受，这种力度就可以了。第三类，痰湿体质的人，会白天感觉昏昏沉沉的瞌睡，晚上呢却又睡不着觉，心烦，心情也会比较抑郁。早上醒来之后呢，这个头晕乎乎的，昏昏沉沉，很沉重。这种情况我们要拍打心经还有脾经。心经刚刚我们讲过了，手臂内侧照应着小指的这条线。好，手持拍打棒，左右两条手臂交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非常有韵律有节奏的去拍打，拍打到你的手腕处，反复的从上往下拍打20遍。接下来我们拍打自己的脾经。脾经呢，在我们大腿的内侧，刚刚咱们讲了大腿内侧正中线，这里是肝经，
在正中线靠前一些，这里就是咱们的脾经了。好，拍打的时候也是从上往下。到了小腿这里，我们就要沿着小腿胫骨的边缘去拍打了，就是咱们小腿上这个大骨头它的内侧缘，沿着这里去拍打。两条腿都一样，重复去拍打20次左右。拍打完之后呢，咱们的皮肤会感觉到微微的发热，非常的舒服。第4类呢是肾气虚的人，平时腰酸腿软，入睡很困难，半夜容易盗汗，容易被惊醒。那么我们需要拍打的是心包经和肾经。心包经刚刚咱讲过了，手臂内侧正中线，双手交替拍打，从上往下反复拍打20次，拍打到这个皮肤微微的发热。然后呢，拍打咱们的肾经。肾经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肝经的后面一些，就是你大腿的后侧。好，从上往下，一直拍打到你的脚后跟处。肾经的位置啊，咱们就记好了，在大腿和小腿肝经的后面。左右两边各拍打20次左右。第5种呢，就是我们脾胃不好的人，俗话说胃不和，卧不安。晚饭之后呢，觉得消化不太好，这个肚子胀胀的，容易流口水、打嗝，入睡比较困难，睡着之后还会磨牙。那么我们需要拍打脾经还有胃经。脾经刚刚咱们讲过了，脾经在我们双腿的内侧，肝经的前侧，从上往下拍一拍。好，然后小腿部位就沿着你小腿胫骨的内侧缘去拍。换另一条腿也一样。那么胃经呢，是在我们双腿的前侧，你可以双手同时从上往下，你也可以一条腿一条腿的去拍，都可以啊。大腿拍完之后，到了小腿上呢，它就走了我们小腿胫骨的外侧，这里呢有一条比较厚的肌肉，有一条大筋，这就是咱们的胃经了。这5种情况呀，每种情况咱们对应去疏通2条经络，咱们要去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，并不是说让您把它通通的都拍打一遍。以上这5种失眠的类型，您知道自己是哪一种吗？那么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大家在拍打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先对照一下，看看哪一个最适合自己。如果你实在弄不清楚，那就把这5种方法都去试一试，每天换一个，总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。对于失眠来说，其实外部环境也是很重要的。咱们要给自己找一个相对安静、舒适的生活环境，形成良好的生活规律。这不仅对睡眠好，对我们整体的健康状况都非常重要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